有想到这个餐车比我想象中大哎。是不是啊？哦，而且我们有特地的布置一下，有没有勾起一些当然有儿时的回忆？这个 Nancy 猪是我很喜欢看的。我也是哎，我在念3年级的时候当图书管理员，老师当时问谁要当图书管理员，我就举手。因为每一次有新书来，我都可以先借。你看。那这个是因为我们庆祝10周年嘛，所以呢，这些都是你这10年来参加空中访明星的照片，每年都有。每一年都有。还有这些好像是你的，是的，都是送给你的一些小礼物，是不是？对，可以跟我说一下。因为我们在基层活动的时候，有时候做家访，有时候在一些什么庆祝会，有时候有一些居民他们会很热情然后这些呢针织的产品是由居民织了送给我的，这些我很喜欢收藏。那我们还有一些东西想要聊，如果我们边吃边聊，好不好？好啊，我请你吃我小时候很爱吃的猪肠粉因为猪肠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做法，我呢喜欢吃的很清淡一点好，当时广东人就说豉油熟油。它就是一点点的那个熟食油，再加一点点酱青。部长，你是广东人？我是客家人。你是客家人。但是那个年代呢，就是如果吃猪肠粉，一般都是这样子的吃法。哇，这个肯定是有故事的。肯定有，因为我小时候是住在如切竹雀然后它竹雀 Complex 那边有一排店屋。那么我们是在那儿做小生意。我的已故的祖母很年轻就守寡，我的祖父呢，走的时候，最年轻的叔叔，才不到3、4岁吧。他有9个孩子，所以那个时候他要怎么样的去把他们带大？所以我印象中的祖母呢，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人。她的精神就是不要那么容易放弃。所以你小时候也是祖母带大还是？因为我妈妈她也是在职场打拼，她是女警，所以当时他们是需要做那个轮班制的，所以呢，她很多时候是把我交给祖母，所以很多时候我是和祖母在一起。你觉得她怎么影响你？她那个时候，我觉得很可爱的一面就是我们乘着3轮车，她可能因为她这个人呢很讲感情，比如说她的接生婆。他的接生婆呢，在老年的时候就生活比较困难，因为接生婆的孩子们没有很好的照顾他，他就经常会去老人院探望原来的那个接生婆，那他就会带着我一起去。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从祖母的角度，当时我生孩子是多么的困难就是好像要独闯鬼门关，没有这个接生婆，我就。没有，可能我活不下来，可能孩子也活不下来，所以他的那种感恩的情怀就影响了我。我就觉得，一个人要念旧。来，虽然她是我的祖母，但是叫她婆婆哎。你看这大大的眼睛 ，so cute， 而且很有小啦，还很小，对。然后这个是你结婚的，这个是我自己结婚，这个是我后来。拿到经济发展局发的奖学金，可以到国外去深造。你说你现在拿这个奖学金，是因为你已经就是有一些成绩上的，就是在学业上还算 OK。这个是念大学的时候才比较。你好像小时候也不是那么terrible， 很吓人的，是吗？尤其是念中学的时候，我妈妈当时很烦恼。因为相当的叛逆，就不喜欢我妈妈。我觉得她是管着我，不让我打篮球，对学业就没有那么重视，就天天只顾，无论是放学之后也好，或者是在休息的时候，争取15分钟、20分钟也好，就跑到篮球场去，天天打的那个汗流浃背。那么尤其是到了中3就不务正业咯就尤其是开始学那个高级数学的时候一塌糊涂。第1、2次的那个考卷
拿回来的时候是不及格的。那么我就很怕妈妈看到，我就藏起来。但是你知道我妈妈是女警啦，很不容易骗的。然后她被她发现了，但是幸好她没有动怒，她只是说，她说明啊，我看你需要补习耶，然后就补了到年底，终于及格，真的就是50分那样。然后我就向妈妈提出这个要求，我说我不是很喜欢这个补习的过程。你能不能够，让我自己学习？我给你一个承诺，我会尽力。所以你的篮球后来就没有再打吗？你继续打啊，怎么不打？只是说时间上要拿捏而且呢就不能够荒废了学业嘛。那既然你说你还有在打篮球，你现在还有现在不行了啦，现在不行啊现在不行了，out of practice。不要紧，我们现在有一个比较容易的，不需要拿真的篮球来投篮。真的吗？真的，我们有现在投不进去了。这个不容易耶，这里可以吗怎么玩法？哎，好像不行啊。呢。哎，差不多了，差不多有一点点。来，哇那个差不多。哎，你有拍到吗？大概是这样子。对，差不多。差不多。对，再来试一下。耶！部长，你会不会是那种就是失败了之后，你还是要一直试才会成功？对，不是说不服输，嗯，而是就是觉得这已经向自己做出了一个承诺，就尽量把它做好。我也是这样哎，我觉得，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好像有一点点一些类似的地方，演绎方面是不是 ？OK， 这张好像有照片，来我们来看。老师说，我们要呈现一场表演，他就让我当这个应该是也不能说是主角吧，反正就站在大家面前唱歌跳舞，很小了那个时候6岁吧。那除了这个经验之外，你还有没有其他的表演经验？有一天爸爸说带你到电视台去，我说什么是电视台？所以我8岁的时候，爸爸就带我到那个 Radio Television Singapore 去试镜，我就没有去想那么多，我觉得挺好玩的这个地方，好像很神秘，然后就考取了进入这个儿童演员训练班，那个时候还拍了一个剧集，那个是我当主角，我记得那个故事叫做骄傲的小金，我就是那个小金。拍完之后还有工资可以拿，就是我因此就拿到了45块钱的工资。我第一次赚取的工资就是8岁就在电视台发给我的工资。所以你也没有兴趣吗？就是在幕前当演员也好啊，歌星啊，什么都好，有这方面的兴趣吗？没有太大的兴趣吧，本身很喜欢唱歌。如果叫你现在要唱一首，记得，竟然是校歌。对。So you want to sing for me? If I say,我的校歌唱得很好。德明中学的校歌很好听，我觉得它的歌词很有意义。德明中学，树立家冬，听听松吟，习习海风，激我英才，会语一家，文艺科学，同业同工，爱护我的命，用之乎物中，广大我的命，用之乎物中。哇，对他的歌词我是特别喜欢，很有画面感了，很有画面感。对。说到读书的时期啊，成长的过程中，我感觉你也是经常也是会出去玩啊，你说好像打篮球之类的嘛。我就觉得以前可能大家都比较有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感情啊，然后你也会去就是跟大家一起聚在一起，是就有人情味。现在好像感觉每个人都是看手机，都是所有的东西都是，所以比较冷漠，会不会？对，所以我这个东西呢，我也有想过，我觉得幸好啊，我们把它称为智慧国计划，我们没有把它称为智能国计划。那么我们说会，我们说慧眼，我们说慧根，如果用英文来诠释的话，我要达到的不只是 Smart Nation，
我要一个 wise nation。我想呢，智慧国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也是我们怎么样的善用科技来把整个社会的气氛做得更好。社会的凝聚力，不只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你有些什么例子吗？这个钢板精神哦，它这个平台就让更多的人有办法、有机会去展现他们对社会、对其他有需要人士的一种热心。那么我们在做家访的时候，有时候会碰到一些人，他因为生活上发生了一些他没有预料的事情，比如说被裁员，那么但是家里又有这个需求，比如说孩子需要一个计算机，或者是他的电器坏了，我们可以通过钢板精神这个平台来去把这个信息传达出去。那么很多时候就会很快时间看到募捐的这种行为，所以这种钢板精神可以通过科技来加强很多时候就可以看得出社会的这个热心。